爸，女儿啊，既然你今天打算给陈东坦白你的身份，那为什么不直接让他来我们万豪集团，还让你亲自过去？你可是我韩万豪的女儿了啊！爸，这不一样。云亭1号别墅是我和陈东的婚房，结婚3年，既然我决定向他坦白我的身份，那自然要在刚开始的地方重新认识。爸，你记得忙完就早点过来。好。老公，今天是咱们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，你记得早点过来。老婆，你等我，我现在就从陈氏公司出来，我还给你准备了点小礼物，待会儿就到。对了，老婆，你之前跟我说你认识首富韩万豪，还能说服他给陈氏公司再融资10个亿啊？生意上的事晚点再说，你先过来云顶1号，晚点我爸也会过来。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惊喜。老婆，你终于肯让我见你爹了，我马上就到啊。3年前，我给陈氏公司投资了1个亿，经过老公的打理，现在陈氏公司已经价值5个亿了。虽然5个亿在万豪集团面前不算什么，但也肯定了老公的能力，也算是通过了我爸的考验。是时候给他摊牌我首富千金的身份了，再把陈氏公司作为结婚3周年的礼物送给他了。狐狸精，你个臭不要脸的狐狸精，开门！不要脸的狐狸精，你给我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要是再不开门，老娘就砸了他！开门！丽丽。就是这个狐狸精在公司勾引陈总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装疯卖傻有什么用啊？你个不要脸的小三儿！不要脸的小三儿！你们凭什么这么污蔑人？不知廉耻的荡妇！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？你不是小三是什么？你是什么人？居然偷拍我和陈东！他是什么人？他是陈氏公司的秘书，也是我张丽的闺蜜，是我安排在陈东身边的探子。你这个狐狸精，勾引我老公就算了，还敢跑到公司去冒充正宫，你有没有廉耻心？你要不要脸？不就是看陈总有钱吗？就上赶着往陈总船上踢，恶心下贱，人模狗样的便宜货！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东西，也敢去勾引陈总，你配吗？勾引陈总？你说陈东是你老公？怎么，你敢做你还不敢认啊？陈东明明是我老公，3年前我们就已经登记结婚了。不信你看。放屁啊！东哥怎么可能会跟你这种浪蹄子结婚？你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，你再怎么勾引都没用。我现在已经怀了东哥的孩子，而且下个月我们就会领证结婚。明天东哥还会给我1个亿当做彩礼。像你这样的便宜货，这辈子都没有上位的机会。你这一辈子
都只能被男人当做破鞋一样玩弄。结婚，怀孕，好，很好。陈东这个软饭男，当初一穷二白的时候，我不嫌弃他，嫁给他，甚至还拿出积蓄给他投资创业。现在发达了，就在外面背着我找小三儿了，还把人家肚子给搞大了。好一个白眼狼！我现在就给陈东那个软饭男打电话，看看到底谁才是小三儿。贱人，你再敢说我老公一个试试？我老公是陈氏公司的总裁，身价几个亿，还即将会拿下韩首富的10亿融资。你居然敢说我老公吃你的住你的？我看你是不是被男人玩多了，把你的脑子玩出问题来了？陈东不是说喝了安心汤，我的心脏就会好起来吗？怎么喝了3个月，反而越来越差了？到底是谁中谁的还说不定。这么豪华的别墅，你一个靠勾引男人生活的便宜货，你买得起？这别墅肯定是陈总买给这个小三的，这可是云宁的别墅区，每一套别墅都价值上亿，陈总对这女人也太好了吧？什么？价值上亿？你个不要脸的骚狐狸！你勾引我老公就算了，还敢骗我老公给你买这么贵的别墅？姐妹们，给我砸！把这房子全都给我砸了，让这个贱人知道当小三的下场！这是我家，你们不能进。你这个只配住鸡窝的贱人，能买得起这么好的房子？还不是我老公拿夫妻共同财产给你买的。既然是夫妻共同财产，那老娘也有份，我想进就进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！你们不能无法无天。老娘今天就无法无天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滚！砸！给我狠狠的砸！不要！这是我在巴黎拍卖会上花了500万拍下来的，不能砸。我呸！还500万？就你这破烂货，出去卖到死都不够，还拿去买画儿？哟，看看这画上你多不检点，穿得像个狐狸精一样，我隔着画儿都能闻到一股狐骚味儿。也就只有你这种平民喜欢收藏这种风骚玩意儿。你这房子还有这房子里面所有的东西，都是花的我老公的钱，全都给我砸了，一点也不要给这个狐狸精留下。出了事情，老娘负责。你负责？你负得起责吗？你知道这栋别墅里所有的东西价值多少钱吗？到时候你赔得起吗？我老公明天就要给我1个亿的彩礼，老娘有的是钱。你知道1个亿是什么概念吗？足够买你这条贱命了。而且我老公是陈氏公司的总裁，身价5个亿，赔你这些东西绰绰有余。都给我砸！这是暗藏青花瓷，价值1000万。这个是帝王女佛像，价值2000万。不要！这是李白的唯一真迹，上阳台阶，不要死！贱人，老娘砸死！好，很好，我倒要看看今天你们怎么赔。喂，您好，我要报警，我们家……你个狐狸精跟谁打电话呢？怎么，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是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烂货吗？我已经报了警，你们会为今天的事情付出代价。报警？你报警有个屁用！你一个小三儿破坏别人家庭，就应该受到惩罚。
来人，把这个贱货的衣服给我扒了！这个狐狸精不是不知道羞耻，待会儿就让所有人都看看她下去的样子。扒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还有没有王法？放手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放手！放开！很快你们就会知道，你们惹了多大的祸！你一个人人喊打的小三儿，我打死你都活该。我倒是要看看，我打了你能惹多大的祸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把这个小三给我按住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做小三儿就该有做小三儿的觉悟，你这种破坏别人家庭的便宜货，就该变成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这就对了嘛，小三儿就应该有小三儿的样子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这就对了嘛，小三儿就应该有小三儿的样子，这就是你这狐狸精勾引别人老公的下场。思思，拍几张照片发到陈氏公司群里，让全公司的人都看看这个小三儿的样子，也给那些不要脸的贱货提醒，谁敢勾引我的老公，这就是谁的下场。陈东那个软饭男和警察来了，你们就会知道，到底谁才是那个不知廉耻的小三。到时候你们也会看清楚，到底是我勾引的陈东，还是陈东巴结的我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，也配我老公巴结你？你到现在还在嘴，还不知悔改。看来我今天要让你的记忆深刻一点才行了。要干什么？你要是敢乱来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这个狐狸精，不就是靠着你这张脸勾引男人吗？我今天就毁了你这张脸，我看你还怎么勾引男人。住手！嘿，贱人，你头还挺硬啊！老娘今天划了你的脸！不要脸的东西，谁给你的胆子敢对我放肆？一巴掌打你砸我脑袋，一巴掌打你砸我别墅，一巴掌打你泼我脏水。你不是想花我的脸吗？那我就先毁了你的容。韩梦，你干什么？陈东，你是眼瞎吗？他打我，辱我，还要花我的脸，你是看不见吗？我只不过是以牙还牙而已。丽丽这不是还没有刺伤你的脸吗？丽丽，陈东，你果然跟他有一腿。老公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狐狸精不仅说她是你老婆，她还动手打我。对了，她还说你是软饭男。老公，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她，不然你这个陈氏总裁以后还怎么见人啊？教训我？他敢吗？他配吗？韩梦，便宜货！你一个玩物还敢这么嚣张？
我老公不要你，你就只能去街上卖，变成人尽可夫的婊子。老公，只要你现在宣布跟这个狐狸精划清关系，再替我打回3个巴掌，我就原谅你赵小三。丽丽姐，你放心，陈总心里只爱你一个人，其他女人只是玩玩而已。陈总一定会给你做主的。陈东，告诉他我是谁。老婆，狐狸精，你不是说你才是东哥的老婆吗？现在你听到了吧？东哥叫我老婆。陈东，告诉他你老婆到底是谁。你这个贱人，你不仅侮辱东哥是软饭男，你还敢动手打东哥！我说你陈东是软饭男，你服不服？我动手打了你，你敢不敢还手？狐狸精，你怎么跟陈总说话的？陈总是你能随意羞辱打骂的吗？这贱人，这个时候了还张牙舞爪的，简直是反了天了！我说他张丽是一个不知廉耻的小三儿，六目无主。你个不要脸的臭三八！看来我刚刚给你的教训还不够是不是？你信不信老娘今天撕了你这个眼睛？老娘不差钱，我老公还会给我1个亿的彩礼，我分分钟买你这条贱命！你是个贱人，你还敢打我？分是非，不辨黑白，还做人小三儿，难道不该打吗？好好看清楚，到底谁才是那个偷男人的小三儿，谁才是无非。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，我不信你是东哥的老婆，我不信！我老公是陈氏公司的总裁，他和很多人都照过相，这张照片根本说明不了什么，只能说明你发骚倒贴我老公而已。就是，我也跟陈总拍过合照，难道我也是陈总原配？陈东，你还不告诉他们，我究竟是不是你原配？你这个不要脸的便宜货，你不要想用一张照片来挑拨离间。我还告诉你，像你这样的便宜货，一辈子都上不了台面。你看，我老公连解释都懒得解释，就说明你纯粹是他一个发泄的玩具而已。既然你不死心，那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。怎么可能这样？东哥怎么可能跟你结婚？现在告诉我，谁才是那个偷男人的小三儿？谁才是不知廉耻的破烂货？谁？这绝对不可能！东哥不可能跟你结婚，东哥最爱的只有我，我会跟东哥结婚，我不可能是小三，我要是他老婆，这结婚肯定是假的。证据都摆在你面前了，你不承认自己是小三儿有什么用呢？你才是小三！你这个不要脸的便宜货，为了破坏别人家庭，连假结婚证都拿出来了！我今天打死你！我住手！韩梦还没帮我拿到万豪集团的10亿投资，暂时不能跟韩梦撕破脸皮。东哥，你干嘛呀？你快告诉这个狐狸精，告诉所有人，到底谁才是你老婆，谁才是小三？东哥，你快告诉狐狸精，我才是你的老婆，我们下个月就结婚了，我怀了你的孩子。陈东，张丽等着你回答呢，你还不告诉他答案吗？韩梦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给你机会，你配吗？老公，你快起来呀！你快起来！你怎么能给这样一个不知廉耻的狐狸精下跪啊？就算你真的跟他上过床了，那也无所谓啊！这样一个下贱的便宜货，生来就是给别人玩的。你一个陈氏公司的总裁，他能被你玩，那是他的荣幸啊！就是陈总，你快起来吧！现在应该是这个狐狸精求着你别离开才对，他不配你上。都给我闭嘴！这是我跟韩梦的事情，你们不要管！你这个不要脸的小三儿，狐狸精，到底
跟我老公使了什么迷药？我打死你！老公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才是你的老婆，我怀了你的孩子。你说好的，你要给我1个亿的彩礼，我们下个月就结婚的。你居然为了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，你打我！你是陈氏公司的总裁，你为什么这么怕他呀？因为我才是他的原配妻子，也是陈氏公司最大的股东。当年我跟你结婚，你什么都没有，就连举办婚礼、买车买房都是我出的钱。我不嫌弃你穷，也不在乎你的出身，更是给你投资了1个亿，让你把陈氏公司做大做强。可你呢，不但不思报恩，反而在暗中养了这个小三儿，更是让她怀了孕。陈东，你真是一只养不熟的白眼狼啊！老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错了。给你机会，那谁能给我机会？我那么爱你，你却背叛我，真是一个畜生！老婆，我只是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，我保证以后不会犯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你这样的渣男，根本没有资格得到我的原谅，更不配我给你机会。东哥，这韩梦真的是你的老婆？我不是他老婆，他至于像鸵鸟一样缩头不敢跟你出头吗？请问哪位是报警的韩小姐？是我报的警，他们擅闯我家，不仅羞辱我、殴打我，还破坏我家无数珍贵财物。我希望你们严惩他们，再让他们给我赔偿。韩小姐，请放心，我们马上对财物进行定损。狐狸韩小姐，今天都是误会，那就让这个误会继续下去。韩妈，这都是小事儿，咱们是自己人，咱们自己内部处理就行了，没必要浪费警力资源，让他们回去吧。谁跟你们是自己人？你们现在就是破坏我家财物的罪犯。韩小姐，定损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被损坏的文物价值2亿，你看对这个结果有异议吗？什么？2个亿？怎么？2个亿？ 2个亿！什么？2个亿！不可能，一定是搞错了。就这些破烂玩意儿，怎么可能值2个亿？对啊，这些瓶瓶罐罐跟字画，怎么会要这么多钱？那一部被你们撕毁的外国油画价值500万，打碎的青花瓷价值1000万，还有帝王绿玉佛2000万。哦，对了，你脚下这幅是现存李白唯一的真迹上阳台帖1亿7000万，以及被你们损毁的所有家具等等，共计2亿元。而且这还没有包含对韩小姐的精神赔偿和医药费。你刚不是挺嚣张的吗？说你赔得起吗？好啊，那你掏钱出来赔钱呀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肯定是你跟他们串通好了。就这些字画和瓶子，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的，怎么可能这么贵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能狮子大开口，不然我告你敲诈勒索我。各位，这个是当初韩小姐的拍卖记录，都有备案。如果你们不信，可自行去网上查询。而且这是前几年的拍卖价格，按照现在来看，这些财物的价值只怕会更高，估计要3个亿。你不是说陈东给了你1个亿当彩礼吗？不是很有钱吗？好啊，那你就把钱拿出来，让我见识见识钱在哪里。张烈，我还真是要感谢你，
要不是你今天突然出现在我家，我还不知道陈东背着我养了个小三儿。我不是小三儿，在恋爱婚姻中不被爱的才是小三儿。东哥他早就不爱你了。原来你早就不爱我，你不爱我了，还吃我的、住我的、用我，还让我去帮忙找万豪集团给你融资10个亿。陈东，你简直是不要脸！老婆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我是爱你的，不然我也不可能给你熬安心汤啊。我没空听你解释，我现在只想要赔偿，掏钱吧，不然我就把你送进去。安心汤让我心脏越来越虚弱，看来要好好查一查，如果有问题，陈东，你死定了！你们几个人寻衅滋事，私闯民宅，破坏公民财物，金额巨大，影响恶劣。如果今天拿不出赔偿，得不到韩小姐的谅解，那我们就只能先把你们几个关起来了。张丽，你之前说好的这些东西也是你让我们砸的，你说了你负责，现在你可不能赖账啊！你们对呀，我们和韩梦小姐无冤无仇的，要不是你怂恿，我们怎么可能砸这么多东西？张丽，你掏钱，我们可不想坐牢。就是，东哥，你帮帮我，我可是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了，你帮我说说话呀！花，反正你也不差那几个钱，没有必要一直咬着张丽不放，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你重新买。你一个软烂，拿什么重新活？够了，韩梦，你能不能不要像一个泼妇一样无理取闹？我像泼妇，我无理取闹。你别忘了，就是你口中的泼妇，当初你一穷二白的时候选择了你，也是你口中的泼妇，掏钱买了婚房婚车，让你没有任何付出就结了婚，甚至连你开公司的1个亿也是我投资的。结果你倒好，背着我在外面找小三儿，还把人家肚子搞大了。你做错了这么多，不想着给我交代，反而帮着这个小三儿求情，陈东，你还是个人吗？韩梦，我跟张丽在一起确实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，但你也不是没有责任的。你出轨，我还有责任，是我逼着你出轨的吗？我跟你结婚3年，你跟我妈处不好，孩子你也生不了，你甚至连陈氏的公司股份1半都不愿意给我，你还不愿意让我知道你们家里有多少钱，所以我才失控跟张丽在一起的。咱们今天闹成这种局面，是我不对，但你韩梦更有错，更应该反思。就是，你要是给了东哥足够多的尊重和安全感，东哥怎么可能会出轨？我跟你妈处不好，是因为她到处在外面造谣，我靠你养着，生不了孩子，责任也不在我身上。这份陈氏股权书，就是我今晚送给你的礼物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亏待你，你有什么脸说责任在我？老婆，你真的打算把陈氏公司送给我了？没错，但我发现你根本就不配。陈东，我以陈氏大股东的身份通知你，你被我开除了。陈氏公司我会安排其他人打理，你就好好陪你的小情人去吧。陈氏公司是我这么多年的心血，而且他现在江山也是我打下来的。我是陈氏大股东，我有1票否决权，不管你甘心还是不甘心，但我让你当不了这个总裁，你就给我滚蛋。另外，我要跟你离婚，你给我净身出户。离婚？离婚是好事儿啊，算你识趣。不过啊，你没有资格让东哥净身出户，房子、公司还有存款需要分给东哥1半呢。我跟陈东是签过婚前协议的，谁出轨谁就净身出户，而且很多资产都是我的婚前财产，他陈东拿不走。啊，东哥，这是真的吗？老婆，
差不多就得了。一会儿是要开除我这个总裁，一会儿又让我净身出户，咱们有必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吗？会让别人看笑话的。张丽这件事情是我做错了，我向你道歉。只要你答应我3个条件，我就会重新回到你身边，好好爱你，好好对你。答应你3个条件，回到我身边。第一，把陈氏公司继续赠送给我。第二，免除张丽他们2个亿的赔偿。第三，帮我拿下万豪集团的10个亿的融资。只要你答应我，我就从张丽这里重新回到你身边，好好爱你，再给你生3个儿子，让你们韩家传宗接代。啊，当然了，张丽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也得留下来，而且你得允许我每周抽上1天的时间陪伴他们。你看吧，东哥对你多好呀！1个星期，东哥陪你6天，陪我1天，东哥对你也太好了，你还不赶紧感谢东哥？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，蛤蟆，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。以后呢，你就是我唯一的老婆啊！脏东西，离我远一点！你在我这里已经死了，你有什么脸给我提这些要求的？还有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赔偿、离婚、辞职，不然我就让你身败名裂，让他把牢底坐穿。你不就有几个破钱吗？有什么好嚣张的？妈，别叫我妈，我不是你妈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媳妇。你不就是给我儿子投资了1个亿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陈氏公司能有今天的成就，靠的是我儿子的能力，而不是你那1个亿。其他人给我儿子1个亿，他照样起飞。你拿离婚威胁我儿子，好，我就成全你，看谁离了谁会吃亏。儿子，休了这个便宜货。妈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冬儿，没事儿，你已经忍了他这么多年，咱们现在不忍了。别惯着这个臭婆娘。实话告诉你，万豪集团的董事长韩万豪是我小学的校友，我已经说服了他给我儿子投资10个亿。韩首富还答应好好的扶持我儿子。我们现在不仅有10个亿的投资，还傍上了万豪集团。你韩梦和你那1个亿又算得了什么东西？妈，您说的都是真的？那当然，我今天遇到了韩董，我想到你给我说过的10亿融资，我就厚着脸皮跟他打了个招呼，让他帮你一把。我以为他会拒绝的，没想到他说他知道你，非常的欣赏你，说你的能力很不错呀。他不仅要给你投资10个亿，还决定未来3年重点的扶持你。儿子，咱们陈家就要起飞了！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了，终于不再受你韩梦的窝囊气了。对，东哥，赶紧离婚，省得韩梦这个黄脸婆对你死缠烂打。小人得志的嘴脸真是让人恶心。我以前真是瞎了眼，怎么会看上你的？不过很快，你们的美梦就要破灭了，因为给韩东的10个亿是我让韩首富安排的。你说什么？韩首富10亿投资是你安排的？要不然为什么比陈东优秀的人大有人在？万豪集团为什么会选择给陈东投资10个亿？不要脸的便宜货，真会给自己贴金啊！韩首富说了，投资10个亿是因为我儿子的天赋和能力。短短3年时间，我儿子能把陈氏公司从1个亿飙升到5个亿，这种实力放眼全国，没有几个。没错，韩首富看中的是东哥的能力才投资的，跟你这个黄脸婆没有半点关系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不仅韩首富的10个亿是我安排的，
就连陈东这3年以来的顺风顺水，也是我暗中扶持的。没有我投喂资源，陈氏公司根本就不可能创业成功，也不可能做强做大。阿茂，你看我要飞黄腾达了，你不甘心你直说呀，何必要贬低我，给你自己脸上贴金呢？咱先不说别的，就说韩首富投资那10个亿，你只不过也就是跟韩首富在一个酒会上见过一面而已，你拿什么能说服韩首富给我投资啊？就是啊，韩首富怎么可能因为一面之缘就投资10亿？哎呀，莫非你跟韩首富有一腿啊？哼，不会下蛋的老母鸡，就算卖一辈子也卖不到10个亿。韩首富脑子进水了，会拿出那么大一笔钱？你们可以不相信，但是很快你们就会知道自己的无知。行了，韩茂，别废话了，赶紧跟我儿子离婚。你确定要我跟你儿子离婚吗？没错，草鸡是配不上雄鹰的。今时今日的你，给我儿子提鞋都不快。离婚协议我都给我儿子准备好了，你签字吧。婆婆英明。韩茂，你现在给我跪下道歉，我还可以考虑晚几天跟你离婚，让你沾一沾我一飞冲天的光。你这种出轨的渣男，还想让我下跪挽留你，你也配吗？好，很好，你已经彻底激怒我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已经彻底失去我了。陈氏公司我还给你，这个房子我也留给你，还有这个房子里边所有的损坏，我都替丽丽赔给你。明天晚上钱，我把2个亿也给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们2个两清了。我要看看你失去了我，还能不能找到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，还能不能过好日子。好，很好，3年错付，今天也算是让我看清楚了你和你妈的真实面目。放心，我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。倒是你们一家人，很快就会流落街头，成为丧家之犬了。韩茂，你可要记住你说过的话，别到时候后悔了，死皮赖脸的缠着我老公回来当小三儿。后悔的只会是陈东和你们一家人。我能将陈东扶上青云之巅，也能将他踹下万丈深渊。我不仅不会坠下云巅，这一次我还要登临绝顶。我要让你韩茂一辈子仰望我，后悔莫及。好，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太好了，老公，今天你终于跟这个无花果离婚了。今天不但是我生日，还是老公你恢复自由和拿到10亿投资的大喜日子，咱们啊必须得好好庆祝一下。当然了，走，咱们一家人啊去米其林餐厅吃大餐，好好庆祝一下。你们先过去点菜吧，我的新车放的有点远，司机开过来要迟一点。那我们先去点菜，妈，您早点过来。今天麻烦你们了。好，韩梦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以后你和我儿子就是2个阶层的人了，别来缠着我儿子。是啊，确实是2个世界的人了。不过，活在青云之巅的是我，而你们只配活在万丈深渊。我儿子已经得到了韩董的赏识，以后必定一飞冲天。不妨告诉我，你口中的韩董，也就是我的父亲。我能让你陈家直登青云，也能让你陈家永坠深渊，万劫不复。你父亲？
韩梦，你脑子出了问题了吧？不但乱认老公，现在连爹都乱认起来了。你说韩董是你的父亲，那你有本事打电话给韩董，让他取消对我儿子10个亿的投资啊！爸，我跟陈东离婚了，我要撤回对陈东的10亿投资和全面封杀他。什么？你和陈东离婚了？这个混账！连你的女儿敢欺负！通知下去，撤销对陈东所有投资，并且发动万豪所有的力量，全面封杀陈东。是。韩东有令，全面封杀陈东，终止一切与陈东的合作。是。哎呦，装的还挺像的嘛！撤销10亿投资，封杀我儿子，你咋不说你能飞上天了？愣着干什么？你不是求着我，让我撤回10亿投资和封杀你儿子吗？接电话呀！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，说不定这是万豪集团通知我儿子去签合同呢。喂，是无比联吗？哎，对，你们是万豪集团的吧？是通知我儿子去拿10个亿的投资吗？我们打电话只是通知你，对陈东的10个亿投资取消了，并且万豪集团从现在开始全方面封杀陈东。什么？凭什么呀？因为韩小姐是我们韩董事长的亲生女儿，你们得罪了韩小姐，就是得罪了万豪集团。啊？什么？你是韩首富的千金？默默，我的好儿媳妇，今天都是一场误会呀！吴女士，别乱认儿媳。我和陈东已经离婚了，从此以后，我和你陈家再没有任何关系。老夫人，所有银行全部中断了给我们陈家的贷款，并且还要追回贷款，我们的资金链要断了。这一家子真不是善茬，都离婚了还要死在家里赖我。好儿媳，救我！救我！算了，看他帮我跟陈东离婚的份上，还是叫救护车把他载走吧，也免得脏了我的别墅。喂，急救中心吗？我这里有人发病了。来，跪下，慢点。病人是突发性心肌梗塞，必须马上送往医院进行抢救。病人家属，病人的情况十分的危险，必须要你陪同一起送往医院进行抢救。我不是，她是我儿媳妇，救救我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活下来，一定要活下来，将海梦是韩董的女儿的事情告诉我儿子。好，快送医院！小心，快走啊！我不是病人的家属，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你还是找他儿子吧。这位女士，人命关天，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，快走，快点！是谁这么没素质，把车停在路中间？
我的心好痛，我快不行了，快送我去医院！这是谁的车？快来挪一下！谁的车？爸爸你！这部奔驰是患者儿子陈东的车。患者的儿子，那就是你的老公啊！你赶紧给你老公打电话，让他来挪一下。对，一定要让冬儿过来，一定不能让韩梦走，不然陈家就完了。只有抓住韩梦，陈家才能一步登天。求求你，救救我，韩梦！韩小姐，你还是快点给你老公打电话吧。不管你们怎么吵架，也不能够眼睁睁的看着你婆婆死吧？要不然，你这种对婆婆见死不救的行为传出去了，不仅你会身败名裂，你家人也会遭到无数人的唾弃。我是万豪集团的千金，如果事情闹大了，会影响到万豪集团和爹的名誉。算了，当做积德吧。行，我现在就给患者儿子打电话。韩梦，你要不要脸啊？不是说好了不纠缠我的吗？这才离婚1个小时，你就找借口挽回我？陈东，你妈心梗了，在救护车上，你的车挡住了救护车的路，快来把车挪开！再耽搁下去，你妈就错过黄金抢救时间了。韩梦，你想要挽回我、亲近我，你就找个好点的借口，不要诅咒我妈，不然我只会更加恶心。陈东，快来把车挪开！真是你妈出事儿！把你车堵住又怎么了？我现在啊，跟我老公正在卧室里面办事儿呢。你想出去，就给我先等着。等我跟我老公办完事儿，心情好，自然知道去挪车。老的不要脸，小的也是个畜生。这陈家一家子真是绝了！黄医生，病人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，快不行了。冬儿，你快来啊！妈快坚持不住了，你再不来，你和陈氏公司就真的万劫不复了。韩小姐，你快点让你老公来挪车呀！人命关天！这女人不会是故意拖延时间，想害死自己的亲婆婆吧？这也太恶毒了！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女人？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不给你老公打电话让他来挪车的话，我们就在网上曝光你。我刚才已经打过电话了，是病人儿子自己不相信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你再给他打一个，把情况跟他说清楚，我就不信天底下有这么不孝顺的儿子。黄医生，救救我！我不想死。病人的心跳越来越弱了，不能够再拖了。韩小姐，你怎么还不打电话？难道你真的要害死你婆婆才开心吗？行，那我就再给他打一个电话试试。你们也听听，到底是我不救吴碧莲，还是他儿子故意不挪车？这个韩梦怎么脸皮这么厚呀？老子倒要看看他今天到底想要干什么。老公，你都跟韩梦那个黄脸婆离婚了，你还管她干什么呀？她肯定是后悔了，想找你复合的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答应过人家的，要好好的满足和奖励人家，不能让韩梦那个黄脸婆扫了我们的兴致呀。说的也对，不管他了，他算个什么东西啊，也配打扰咱们的兴致啊？咱们继续，早点完事儿，早点吃饭。
老婆，真的有救护车的声音啊！要不咱们还是下去看看，万一韩梦说的是真的呢？老公，咱妈身体那么健康，刚才都还好好的，怎么可能就出现在救护车上了呢？可是，老公，韩梦不是跟你说过，他爸今天也要去云顶1号吗？看韩梦那么着急的样子，说不定是他爸知道他女儿被你给甩了，急火攻心发病了，韩梦找来救护车，结果被堵住了。说的有道理，反正死的是韩梦他爸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，韩梦今天那么羞辱我们，那就让他爸好好受受罪，补偿我们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跟我们叫。咱们继续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你听到了吗？不是我不救吴碧莲，是他的儿子不接电话的。我不信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不孝顺的儿子？一定是你这个女人故意拨打错误的电话，不通知他儿子吧？没错，因为婆媳关系不和，而且对婆婆见死不救的案例多了去了。你肯定也是想你婆婆就这样死了，好出一口气。韩小姐，你婆婆的生命体征在不断的下降，不能够再拖了。你还是叫你老公下来把车挪开吧。我说了，我已经打了电话了，是他儿子不接电话的。再说了，我如果真的不想救吴碧莲，我为什么要拨打急救电话？你婆婆是在你家里面出的事，拨打急救电话本来就是你的责任。韩小姐，我知道你跟你老公离婚了，心里面可能是有点气，但是人命关天，你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啊。电话我是打通了，不过你们可以撞开前面的车，任何损失我来承担。黄医生，病人的身体越来越冰凉了，必须尽快到医院做手术啊！什么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撞过去啊！冬儿，妈，韩梦这个贱人，居然敢让人撞我的奔驰车！老公，绝对不能放过便宜货！他今天敢撞你的车，明天就敢撞我了！走，给韩梦点颜色瞧瞧。黄医生，刚才那辆奔驰车在前面恶意别我们的车。你果然没有打电话给你前夫，不然的话他怎么可能不来挪车？现在还故意来别车。你快打电话给你前夫，告诉他事情的真相，叫他让开，不要耽误我们救人。时间就是生命。喂，陈东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都说了，救护车上的人是你妈，你非要让她死在车上，你才甘心吗？快把车让开！我去你的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！救护车上的人就是你爸，你对我妈恨之入骨。如果她有事情，你能这么好心的送她去医院？你更不可能为了她把我的车撞开。老公，千万不要放过韩梦，他今天要是不给个说法，就让他爸死在救护车上。怎么样了？你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了吗？怎么他还不让开？就算你跟你前夫离婚了，就算是他对不起你，你婆婆是无辜的，这也是条人命啊！怎么回事？不知道病人越来越危险了吗？韩律师的前夫在前面挡住了我们的路。黄医生，病人昏迷了，心跳频率越来越低，快不行了，快抢救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下去让你前夫挪车呀！陈东，你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妈现在很危险？你要是不想她死的话，就赶紧把车挪开，别耽误时间。你妈真的很危险。我妈身体好得很，你别诅咒我妈。救护车里面100%躺的是你爸，要不然你怎么可能这么着急啊？你真不挪车？想让我挪车也可以，
把陈氏公司还给我，再跪下来向我跟丽丽道歉，不然我是不会挪的。要我下跪道歉？你做梦！那就没办法了，你们把我的奔驰车撞坏了，得等维修人员过来才行。老公，我们先看看米其林有没有什么新出的菜品，待会儿叫上婆婆一起品尝。你们两个简直是不可理喻啊！救护车就在旁边，车里面躺着的是不是你妈？你过去看一眼不就知道了吗？如果不是你妈的话，你再堵车也来得及；如果是你妈的话，你这样堵车，你就是在亲手害死她。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救护车上肯定是你爸要死，我们才不沾那晦气。就那几步路，你们不会下车去看一眼吗？你会有那么好心救我吗？你认为我会信任？我也不想救你妈，只是担心她的血脏了我的别墅，才给她叫的救护车。反正话我已经带到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，别到时候后悔一辈子。要不我还是下去看一眼吧，就一眼，确定一下是不是我妈。如果韩梦敢骗我的话，我要她好看。你妈就在里面，自己去看。你最好不要骗我，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而且你这辈子也不要想跟我复婚了。老公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都跟韩梦离婚了，你为什么要相信他的话呀？我看韩梦啊，根本就没安好心，明知道我今天生日，故意让你靠近救护车，沾染晦气。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？我心里当然有你了。那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，要相信韩梦那个狐狸精？不看了，咱们不看了啊！我相信丽丽。韩梦，你看到了吧？我老公啊，还是相信我的。你个狐狸精，想要勾引我老公，做梦吧你！陈东，你不看这最后一眼，就等着后悔吧。你妈还真是养了一个白眼狼。黄医生，病人的心跳频率越来越低，快撑不住了。病人快不行了，家属快来看最后一眼！叫你呢，赶紧上去看你妈最后一眼。记住了，害死你亲妈就是你自己。医生，这个病人叫什么名字？病人叫吴碧莲，你就是他的儿子吗？快来看你妈最后一眼！好啊，你韩梦啊，当真好手段啊！为了勾引我老公，得到我老公的注意，连医生都收买了，跟你一起演戏骗人啊！我告诉你，韩梦，你跟陈东已经离婚了，他现在是我的男人，你玩再多的心机都不好使。冬儿，是妈，快来呀！妈必须把韩梦是韩冬女儿的事情告诉你，你快上来呀！我到底骗人没骗人？你们自己去看一眼不就知道了？就2步路的距离，真假一看就知道。再说，他陈东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软饭男而已，有什么资本让我吻了他？你们爱看不看，反正死的又不是我。韩梦，你有完没完？谁给你的胆子凶丽丽的？还有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为了挽留我，你居然玩出这种把戏，你不觉得你很无聊吗？冬儿，谁踹的车？看看你们谁踹的车！你们好歹也是病人的家属，病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，你们在外面吵架都不来看他最后一眼也就算了，还要踹车！刚刚那一脚导致病人的氧气面罩脱落，就连最后一口气也断了，有你们这种歹毒的亲人吗？妈，我刚刚好像听见我妈的声音了。老公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刚刚好像听见我妈在喊我。听到你妈在喊你，还不赶紧上去，连最后一眼都不看了？老公，你肯定是听错了，我都没听到。你能不能不要去看尸体？不，我害怕。
这万一是真的，哎呀，你想一想啊，你才把韩梦给甩了，他估计啊都恨死你跟你妈了，怎么可能那么贴心的送你妈去医院啊？我看这车里啊，死的肯定是韩梦的父亲，韩梦的父亲肯定对你跟我有怨气，你去看他爸的尸体，那肯定会沾染上晦气的呀。韩梦，你好歹毒的心肠呀！就冲你这歹毒的心肠，就活该你爸死，死得好！你怎么被我们识破了，装不下去了？你爸被你活生生气死，现在你的计谋又没得逞，被我看穿了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，很生气呀？活该！像你这种臭不要脸的破烂货，活该你死父亲！原来是我们错怪了韩小姐呀，不是人家想要婆婆死，是你是个儿子，不做人！你韩梦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这样演戏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，让警察把你抓起来，让你把牢底坐穿？老公，今天你离婚，韩梦又死了父亲，简直是双喜临门。咱们呀，现场放个礼花庆贺一下。庆祝？当然要庆祝！你敢诅咒我妈死，现在自食其果，我太开心了。啊！你们遇到这种畜生还真是大笑，笑出强大了。韩小姐一个外人都在努力救人，结果她却亲手害死了自己的妈妈。韩小姐，刚刚是我们错怪你了，病人不关你的事，你可以先回家了。我们会找你的前夫来处理后事。你看他们那个样子，肯定是不会替吴碧莲收尸的。我还是送他最后一程吧，毕竟死者为大。韩小姐大意呀！我们医院一定会在媒体上面宣传你这种善良孝顺的事情。走吧，我不想再看到这两个跳梁小丑了。请你们让开！老公，你怎么了？我刚刚好像看到我妈了，那个救护车里边正躺着人，好像就是我妈。哎呀，老公，这都是韩梦那个狐狸精造孽，一直跟你说救护车里面的人是你妈，给了你心理暗示，让你生出了幻觉。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一眼吧。老公，你答应过今天要陪人家过生日的，难道你忘了？丽丽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丽丽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不是这个意思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看你分明就是对韩梦那个狐狸精余情未了，人家一两句话就把你迷得神魂颠倒的，连生日都不陪我过了，还非要去医院那种晦气地方。你要是真的对韩梦余情未了，人家也不拦着你，我就只好带着我肚子里的孩子离开，然后生下来，含辛茹苦的把他抚养成人。丽丽，你这说的是哪里的话呀？今天一定陪你过生日，一定陪你过。啊！我就知道我老公最好了。玉儿，目前我已经下令让人攻杀陈东，敢欺负我的女儿，我绝不会让他陈东好过。另外，明天万豪集团将举办继任大典，到时候我会宴请全城的名流，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已接任万豪。爸，这担子太重了，我怕我担不起。傻孩子，有爸在背后支持，你一定会做好万豪继承人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还专门邀请了陈东和张丽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我的女儿是他们这辈子得罪不起的存在。温医生，能不能帮我化验一下这包安心汤？
好，我一定帮你好好化验。梦梦，你这是？我替吴碧莲送终，不仅能当着全城名流的面拉升我们万豪集团的形象，也能让陈东和张丽两个人身败名裂，不是一举两得吗？原来如此，你还有这份心思，爸爸就彻底放心，把万豪集团交给你了。韩小姐不但身份高贵，人还这么善良，活该万豪集团大富大贵啊！是啊，都已经离婚了，还愿意送吴碧莲最后一程。再看陈东那畜生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韩小姐的善良行为应该让更多人知道，陈东和张丽的丑陋行为也应该被更多人知晓。我的好婆婆，你看见了吗？你的亲生儿子还不如我这个外人。这都几点了，妈怎么还不来啊？对我有意见不成？你赶紧打电话催一下呀！今天我生日，我还订了酒店的包厢呢，早点说完早点过去。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，让她赶紧过来。你赶紧打电话呀！一惊一乍的干嘛？我刚刚好像看到韩梦抱着我妈的遗像，难道我妈她……哎呀，我都跟你说了，韩梦跟妈水火不容的，她不可能送咱妈去医院，更不可能给她送终。她那个便宜货，不过是夸大其词，想引起你的注意，然后跟你复合。你能不能理智一点？不要被他给迷了魂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才是你的妻子，我还怀着你的孩子呢，我不允许你再想着那个狐狸精。不行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，我打个电话问一下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. 不行，我妈肯定出事了，这么久了我都没有看见她，而且她不可能不接我电话呀，我得去医院看一下她。哎呀，你妈现在不接电话，肯定是在忙呀。而且你说了，今天的时间只属于我一个人。喂，陈总，不好了，万豪集团不止终止了10亿投资，还要对你进行全面封杀。什么？万豪集团要封杀我？喂，陈总，出大事了！所有银行都宣布停止跟你合作，把你拉入行业黑名单，还会收回给你的贷款。陈总，咱们有人举报你偷税漏税，税务部门冻结了你全部银行卡，还要对你进行调查。不可能啊！我妈说过的，韩董最看重我的，他要给我投资10个亿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现在突然要封杀我？难道？不过很快，你们的美梦就要破灭了。因为给陈东的10个亿是我让韩首富安排的，后悔的只会是陈东和你们一家人。我能将陈东扶上星云之巅，也能将他踹下万丈深渊。难道韩梦，她真的是韩首富的女儿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我们陈家就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不可能！这个韩梦虽然有几个钱，但她绝对不可能是韩万豪的女儿。不是，你看，这新闻上都说了，韩万豪的女儿韩小姐在外历练多年，万豪集团将在明天举办接任大典，接管万豪集团。按照他们这种有钱人的惯例，在外历练，那肯定就是在国外呗。
所以这不可能是韩梦的。那为什么韩董答应给我投资10个亿，结果我刚和韩梦离婚，他们万豪集团就封杀我和我陈家呀？我记得韩梦跟我说过，韩董愿意给我投资10个亿，都是看在他的面子上。这……喂，你好，是陈东陈先生吗？是我。陈先生你好，万豪集团明日举办继任大典，特邀请你还有你的妻子张丽共同出席，还请准时赴约。这到底什么情况？万豪集团前脚要封杀我，现在又让咱们去什么继任大典？我知道了，韩董临时取消投资，并且封杀你，又让咱们明天去参加继任大典，其实是想让他的女儿投资我们，好让我们感激他的女儿。据我推测，只要我们支持韩董的女儿，老公，你不仅不会被封杀，并且还能一步登天。妈这会儿不接电话，说不定啊正在和韩董商量这件事情。原来如此，太好了，我还以为又是韩梦那个贱人搞的鬼呢。等我陈东一步登天，我一定要让韩梦给我跪下道歉，我让他知道他到底错过了什么样的男人。那狐狸精啊，肯定会屁颠屁颠的回来求着你复合。我倒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他那副跪地求人的嘴脸。这么大喜的日子，万豪集团居然在礼堂的最中间放这么大一块白布，这多不吉利啊！是不是搞错了？听说这是韩小姐亲自吩咐的，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意，不过肯定不简单呢。快看，是陈总和张小姐来了。哎，恭喜陈总被万豪集团邀请为特邀嘉宾。早就听说啊，韩总要给陈总投资10个亿，昨天的举动肯定是想让陈总大破大立，这以后陈总要飞黄腾达了呀。走吧。不就是被邀请为特邀嘉宾吗？有什么好了不起的？到现在不还是一个快要破产的垃圾吗？算了算了，说不定人家真能一飞冲天呢，咱们惹不起啊。韩小姐到。怎么会是他？这怎么可能啊？为什么会是韩梦？他为什么会是万豪集团的千金？哎呀，这就是万豪集团的千金韩小姐嘛！容貌气质果然是不同凡响啊，不是那些庸脂俗粉可以相提并论的。要颜值有颜值，要身材有身材，要背景有背景，这样的女人真不知道哪个男人有福气对其一亲芳泽呀！你们都不要被他给骗了，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万豪集团的千金，他就是一个臭不要脸的狐狸精。这位就是我的老公陈东，而他就是我老公的前妻，一个被玩腻后抛弃的破鞋而已。就他陈东，一个我随手丢掉的垃圾，也就只有你张丽把他当成宝。够了，韩梦，你诅咒我妈死就算了，现在还有脸来冒充万豪集团的千金啊！你不就是看着我搭上了万豪集团的大船，马上就能一飞冲天了，想来破坏我的好事对吗？我告诉你，韩首富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不会被你骗了的。还有，你现在做的事情已经触犯我的底线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你和好的。陈东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我求你复合？还有，谁告诉你我万豪千金的身份是假的？又是谁告诉你你妈没死？你没发现吗？你现在已经联系不上她。大伙儿快来看看啊！看看这个恬不知耻的狐狸精，不就是我老公离婚把她甩了吗？她就心怀不满，诅咒我婆婆已经死了，这是人做的事情吗？韩梦，我们之间的事情跟我妈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凭什么诅咒我妈？你还是人吗？你还有良心吗？哎呀，这天底下居然有这么恶毒的女人，怪不得人家陈总要和她离婚，活该！
这么狠毒的女人，还想着找陈总复合，我呸！你陈东和张丽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谈论人性、谈论良知？有本事的，先下那块白布啊！看看到底是我诅咒你妈，还是你的自以为是，亲手害死了你母亲？愣着干什么呀？快掀开呀！看看你的良知、你的人性，到底有没有勇气面对这白布后面的东西？不就是一块白布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今天就要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揭开你韩梦丑恶和恶毒的嘴脸。妈，看清楚这是谁了吗？认识他吗？不可能啊！不可能这样，不可能！吴碧莲就在这里面，是你害死了他。现在开心了吗？满意了吗？不可能！我不相信这个是真的，我不相信！肯定是你，你这个贱人在诅咒我妈！我妈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可能突然就死了？你妈是突发心肌梗塞而死，是你用你的车子堵住了救护车的路，害得你妈错过了黄金抢救时间。也是你在公路上恶意别停救护车，害得你妈延误了治疗。更是你一脚踹在救护车上，害得你妈氧气面罩掉落而断了最后一口气。你和张丽害死了你母亲。韩梦，你有完没完？谁给你的胆子凶厉厉的？还有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为了挽留我，你居然玩出这种把戏，你不觉得你很无聊吗？难道真的是我亲手害死了我母亲？不要！我的天哪，这丽丽，你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砸我妈的骨灰盒？老公，你糊涂呀！这骨灰盒绝对不可能是咱妈的，你千万不要被韩梦给骗了。我拿吴碧莲的骨灰骗陈东？丽丽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想一想啊，你妈一手促成你跟韩梦离婚，她心里估计都恨死你妈了，怎么可能那么好心送你妈去医院，还给你妈送粥呢？她所做的这一切，就是在诅咒咱妈，并且让所有人都认为你是一个不孝子，拉低你在万豪集团心中的形象，让你无法得到韩小姐的赏识。好你个韩梦，一直求着我复合不成，现在居然想坏我名声，毁我前途啊！幸好老子跟你离婚的早，像你这种心肠歹毒的蛇蝎女人，配不上我陈东，更不配得到我的爱。是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畜生，配不上韩小姐。我是昨天抢救吴碧莲女士的带队医生黄医生。昨天吴碧莲女士突发心肌梗塞，是韩小姐拨打了急救电话。等我们接到了吴碧莲女士，准备返回医院进行抢救的时候，结果在路上却被陈东的奔驰车堵住了。陈东不但不肯挪车，还在公路上恶意别停救护车，耽误了最佳的抢救时间。也正是陈东一脚踹在了救护车上，导致吴碧莲女士的氧气面罩脱落死亡。是他陈东和张丽害死了吴碧莲。我呸！没心没肺的狗男女，害死自己的婆婆，还扬了自己婆婆的骨灰，这张丽禽兽不如啊！不可能，我婆婆不可能死，是韩梦买通了医生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我和韩梦离婚之后，韩梦的父亲来了云顶1号，
他听见了我把韩梦甩了的消息，自己把自己气病了，之后呢，就在救护车上死了。韩梦气不过，所以就买通了这个医生，联合一起起来污蔑我。你这种恶毒的女人，活该你死父亲！死得好，等老子得到了万豪集团的投资，老子还要放烟花庆祝呢。顺便啊，还要扬了你父亲的骨灰，这就是你韩梦不知廉耻的代价。这就是你母亲的死亡证。真的是我妈的死亡证明？不可能，不可能这样！哇，我们人，丽丽，你干什么？老公，你不要被骗了。一张死亡证明说明不了什么，区区一张证明很容易伪造。他们说我妈死了就死了吗？有本事拿出确凿的证据来！对，这死亡证明也是可以造假的，一定是这个韩梦买通了这个医生，想在今天这种场合污蔑我，让我身败名裂，得不到万豪集团的投资。说，韩梦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，让你联合一起起来污蔑我？你还真是个畜生啊！事实摆在眼前，还不相信？伪造死亡证明可是犯罪，谁有这个胆子伪造？这个死亡证明就是伪造的。韩梦，我知道你看到我现在飞黄腾达了，你想巴结我又没有机会。这样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现在承认这个死的人就是你的父亲，我可以赏你几根骨头。顺便再跟你生个孩子，帮你传宗接代。不然，我要告你诅咒我妈，我还要断绝你和我复合的机会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软饭男一个，还需要老娘巴结你？以前是我没能力才需要靠你的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万豪集团已经看到了我的能力，我马上就能平步青云了。我劝你不要对我无礼，否则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万豪集团是不会支持你这种怄气糟糠之妻，害死自己亲生母亲的白眼狼的。哼，你就凭一张嘴就能诽谤，你又能奈我何？既然你想要证据，那我们就给你证据。具体的真相，大家可以去看我们医院置顶的公告。我们的救护车安装了全方位的摄像头。昨天在救护车里面死的是谁？是怎么死的？我们都记录得一清二楚，而且视频已经传到了公告里面。大爷的，还堵救护车，这他妈是人能做的事吗？畜生，简直就是两个畜生啊！他妈都死不瞑目啊！这看清楚了吗？救护车上到底死的是谁？你母亲又是因为谁死的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让大家都好好看看，到底干了什么？老公，今天你离婚，韩梦又死了父亲，简直是双喜临门。咱们呀，现场放个礼花庆贺一下。这真是太不像话了！陈东和张丽这两个人真是个白眼狼。韩小姐和他都离婚了，而且还对钱婆婆吴碧莲照料有加，结果他们两个却做出这种畜生的事情。在自己母亲病重的时候不在身边照顾啊，还堵救护车，害死自己母亲，还扬了自己母亲的骨灰，这是人吗？就陈东这种品性，人家万豪集团会给他投资才怪。不行，我不能有损我的形象，这样的话，这一切都完了。就是他，跟我没有关系啊！我本来每一次都快发现救护车就是我的母亲，但都是他，张丽，他一直阻拦我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，都是他。老公，
这件事情明明我们两个都有责任，怎么能全怪我一个人呢？蠢货，如果这件事情你扛下了，你只不过是被众人唾弃。但是如果我的名声被毁了，我就得不到万豪集团的投资了。怎么，你想让我们两个一起倒霉吗？你放心，只要我的名声不被毁，只要我还能拿到万豪集团的投资，你的好处绝对少不了。啊！我真的不知道救护车上是我老公的妈妈，都怪他，都是韩梦。韩梦没有把话说清楚，他当初要是把话说清楚，我跟我老公肯定早就下去挪车，并且亲自把我婆婆送进医院，她就不会死了。你确定是我没跟你们说清楚吗？没错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婆婆让你跟我老公离婚，你对她怀恨在心，所以明知道情况紧急，也不在电话里把话说清楚，故意害死她，想给我和我老公扣上不孝的帽子。那你听听，这是什么？陈东，你妈心梗了，在救护车上，你的车挡住了救护车的路，快来把车挪开，再耽搁下去，你妈就错过黄金抢救时间了。韩梦，你想要挽回我、亲近我，你就找个好点的借口，不要诅咒我妈，不然我只会更加恶心。陈东，快来把车挪开，真是你妈出事了。把你车堵住又怎么了？我现在啊，跟我老公正在卧室里面办事儿呢。你想出去，就给我先等着。等我跟我老公办完事儿，心情好了，自然知道去挪车。哎呀，大家都听听，这两个狗东西，自己的母亲都命悬一线了，他们两个还在床上快活。吴碧莲怎么就生出陈东这么个畜生？这张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都怀孕了还跟他乱搞，简直浪荡到骨子里去了。怪不得呀，要去当小三，去勾引别人老公。我说过，我能将你陈东送上青云之巅，独揽群山，也能将你踹下万丈深渊，粉身碎骨。现在，你服不服？韩梦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陈东，你没发现吗？你落到如此田地，都是拜张丽所赐。都是你这个贱人！要不是你缠着我，让我陪你过生日，我妈怎么可能会死？如果我妈不死，我怎么会落到现在身败名裂的下场？现在谁才是那个不知廉耻、偷别人男人的小三儿？那又怎么样？我至少把你老公抢走了，是我赢了。你真勇，是你把陈东从我身边抢走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在我眼里，他陈东就不过是一个废物，我只是随便把他抛弃了，没想到你却把他当成一个宝。现在，你就和陈东这个废物一起，好好享受一下身败名裂、一无所有的滋味吧。韩梦，你以为你跑得掉？昨天我跟陈东从云顶1号离开的时候，我婆婆还好端端的，为什么就突然心肌梗塞了？我怀疑是你让我婆婆发病的，所以你才是害死我婆婆的直接凶手。吴碧莲的确是在我别墅里发病，可恰巧我别墅里有监控。大家都看见了吧？是吴碧莲女士自己突然发病，跟韩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我不管，我婆婆是在韩梦的房子里发病的，她韩梦脱不了干系。肯定是这样。韩梦一直都知道我母亲有心脏病，所以她故意说了一些过分的话，让我母亲心脏病爆发。就是啊，没想到这个韩梦如此歹毒，用言语刺激我婆婆发病，害死我婆婆，现在又想利用我婆婆的死，让我跟我老公身败名裂呀，简直可恶！韩梦，你说话呀？怎么被我说中了？现在无话可说了是不是？如果韩女士真要说话，那也是找你们索要赔偿才对。
不管是张丽还是吴碧莲，韩小姐没有邀请你们去她家里，是你们擅自闯入打砸，还对韩小姐进行人身伤害。吴碧莲晕倒在韩小姐家里，韩小姐没有找你们索要赔偿就不错了，你们竟然还有脸来找韩小姐麻烦。原来是这样，这陈东和张丽还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，亲手害死了自己母亲不说，人家韩小姐把他们的母亲送到医院，结果反过来还讹人家。这两个臭不要脸的狗男女，良心被狗吃了。张丽小姐，你昨天损坏韩小姐家里财物的价值高达2亿元，现在已经过了24小时了，应当履行赔偿。如果你们拿不出赔偿，我们就要依法采取强制措施。老公，你不是说要替我赔偿的吗？你快想想办法呀！10亿的融资已经被万豪收回了，我现在是净身出户，我哪有2亿？我再说一次，如果你们拿不出赔偿，得不到韩小姐的谅解，那么今天就必须跟我们走一趟。听见了吗？是还钱还是坐牢，选一个。韩某，你难道看不到我现在没有钱了吗？你非要这么步步紧逼，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你那天跟我离婚的时候不是挺嚣张的吗？你咄咄逼人，不就是想让我后悔，然后跟你复合吗？这样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答应我，不再追究这件事情，并且把陈氏公司赠送给我，我可以和你复合。老公，没事的。还有啊，你不能干涉我和张丽之间的事情。你能得到我的人，已经是我最大的妥协和让步了。对，而且我怀孕了，我怀的是我老公的孩子，也是你老公的孩子，所以你每个月必须给我10万块钱的生育费用。啊，对，你每个月必须得给丽丽10万块钱。我给你10秒钟考虑，一旦错过了，你就不会再有得到我的机会了。你就不会再有得到我的机会了。韩某，你干什么？跟你复婚生孩子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东西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种养不熟的白眼狼，我要来干什么？还想跟我复婚，跟我生孩子？你还要点脸吗？韩某，你这是在羞辱我！你真的这么无情，不顾咱们往日的情分吗？往日情分？你拿着我的钱养小三儿的时候，你把小三儿肚子搞大，要跟我离婚的时候，你日复一日的给我下慢性毒药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过我们的昔日情分？你血口喷人！我喝了你的安心汤，心脏越来越虚，我就把你给我的中药拿给黄医生化验，里面果然有毒药。你真是好狠毒的心啊！这笔账，警察会跟你慢慢算的。恩将仇报，还下毒想要吃绝户，真是人渣呀！你等着牢底坐穿吧。还有你这个不知廉耻、偷别人男人的小三儿，被狗男人把肚子搞大，还想找我要钱，我呸！你们两口子今天要是还不出来2个亿，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老公，你快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呀！我不想坐牢。韩某，你难道真的觉得你吃定了我不成？我大不了我就让张丽扛下所有的罪过，反正她已经怀孕了，警察也动不了她。而我只要没有债务，人身足够自由，我就可以凭借万豪集团让我东山再起。对呀，我怀孕了，我不用坐牢，我可以替我老公扛下所有的过错，包括2亿的赔偿。只要我扛了，我老公就不会有事，他就可以继续拿万豪投资一飞冲天，我也可以继续做总裁夫人。韩梦呀韩梦，你花了这么多心思，费了这么多手段来整我们，现在却拿我们没有办法。
你气不气？我有什么可气的？因为万豪集团根本就不会投资给陈东。这3年的时间里，我让陈氏的市值暴涨了5倍。我这样的商业奇才，万豪集团肯定会支持我的。就是在商场上，没有永恒的敌人跟朋友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我老公这么优秀，韩首富肯定会青睐的。没有我点头，万豪集团1分钱都不会给陈东，还会对他进行全面封杀，让他在这个城市混不下去。还你点头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陈东的10亿融资是我撤的，对他的全面封杀也是我下命令。今天的继任大典也是为我召开的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老公，咱们没有听错吧？韩梦说这继任大典是为他召开的。哎呦，万豪千金呀，我好害怕呀！哎，哥哥，我抛弃了谁？万豪千金，我好后悔呀！你们2个闭嘴吧，韩小姐没有骗你们，她真的是……哎，行了吧，韩梦啊，只不过是有几个臭钱，但是跟万豪千金相比啊，差远了。万豪千金可是人中之凤，高不可攀，贵不可言。就你韩梦这种野鸡，还敢冒充，你还要脸吗？陈东，你果然是井底之蛙，肉眼凡胎，目光短浅，不识真凤，才会跟张丽这种人搞在一起。是我不识真凤，还是你打肿脸充胖子呀？你一个生不出蛋的母鸡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陈东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站在你面前的，就是韩首富唯一的女儿，也是万豪集团的千金。我呸！就韩梦这样被我老公抛弃的破烂货，她要是万豪集团的千金，老子还是王母娘娘的。万豪集团总裁韩万豪先生到。韩董您好，我是陈氏公司的总裁陈东。这些年我和万豪有过很多合作，咱们也算是朋友了。听说韩董以前想给我投资10个亿，韩董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的能力肯定能让你相信。短短3年，我就让陈氏公司的市值暴涨5倍。您给我投资10个亿，我肯定能让它变成100亿。我说过，万豪集团不可能再给你任何投资，也不会和你合作，还会永远的封杀你陈东。便宜货，你给我闭嘴！这是我老公跟韩董之间的合作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指手画脚。就是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跟万豪集团的投资，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？轮得到你做主吗？韩董，这个疯婆子就是我的前妻，她是看我现在飞黄腾达了，就心生不满，想跟我捣乱，破坏我的好事儿。你就是陈东？对对对，看来我在韩董的心里还有点分量。还真不巧啊，正如韩梦所说，万豪集团不会给你们投资了。啊？为什么？韩董，是不是因为这个韩梦冒充韩小姐，让你不高兴了？你放心，我马上就把她赶出去。韩梦，你听见了吗？还不赶紧滚出去！你是要我叫保安把你丢出去是吗？今天这里可是韩小姐的继任大典，轮不到你在这撒野。跟韩梦无关。跟韩梦无关？那就是跟张丽有关系了。韩董，都是张丽的错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她先是害死了我妈，之后又扬了我妈的骨灰，她把这个继任大典全部都破坏掉了。老公，你嘴，你不要叫我老公，我没有你这种蛇蝎心肠的老婆。韩董，你放心，我会马上和张丽这个女人断绝关系的，然后好好效忠和照顾韩小姐。看你的意思，你还要我女儿嫁给你？韩董，如果韩小姐不嫌弃我的话，我愿意做万豪的上门女婿，跟韩小姐把万豪集团做大做强。
陈东，你是要抛弃我吗？你可是说过我是你最爱的人。闭嘴！当你扬了我妈骨灰的那一刻，我跟你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。不得不说，我女儿曾经的确喜欢过你，正因为如此，万豪才会在暗中扶持，不然万豪怎么会给你那么多资源，让你在短短3年的时间就让陈氏公司市值暴涨5倍？太好了，原来万豪千金早就对我有意思了。看来今天我陈东真的要一步登天了。韩梦，你看到了吗？你费了那么大的力气，花了那么多的手段，想要报复我，想要击垮我。那现在呢？不是还阻止不了我崛起吗？你不是说要把我踹下万丈深渊吗？不是说要让我粉身碎骨、万劫不复吗？来啊，你就这点本事啊！韩小姐现在对我有意思，我马上就能迎娶韩东的女儿，成为万豪千金的老公了。你未免得意的太早了一点吧？人家只是说之前喜欢过你，你能保证人家现在对你还有意思吗？我的能力和本事就在这里，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，或者是将来，韩小姐都会喜欢我的。可惜了，你没有这个机会啊！我女儿现在不喜欢你，还厌恶你。韩东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不是和韩小姐有什么误会啊？这样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和韩小姐当面解释一下，好吗？好啊，那你当面去跟她沟通啊。如果我女儿愿意接受你就行，我没意见。太好了，那韩小姐在哪里啊？各位，我现在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她就是我韩万豪唯一的女儿，也是万豪集团的继承人韩梦。什么？韩梦？哎呀，真的是啊！不可能！韩梦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怎么可能是万豪千金呢？谁给你胆子敢羞辱我的女儿？你要是再敢无礼，我要了你的狗命！韩董，您肯定是搞错了。韩梦虽然有几个臭钱，但她只不过是一个被我随手抛弃的便宜货，怎么可能是您的女儿啊？你听不懂我说话吗？啊！你敢羞辱我的女儿？韩董，我只是担心韩梦冒充你的女儿，您被骗了。毕竟她怎么看都不像是首富千金的女儿。不像首富千金？你可知道我女儿为了你到底付出了多少？这3年来，她一直没对你暴露身份，那是因为我当年根本就看不上你陈东。可她坚持要嫁给你，她也不想让你有太大的压力，所以选择隐藏身份。他还把自己1亿的积蓄给你做创业的启动资金，这3年来，全是我女儿在暗中帮你，才让你的陈氏公司一飞冲天，不然你的创业早就失败了。这原来是这样啊！怪不得陈氏集团能够在短短3年之内发展这么迅速，原来是人家韩董的女儿在背后喂资源。哎呀，有韩董女儿亲自出面扶持，这陈氏集团就算是一条猪做总裁，都能发展起来。说得对，真是可惜呀！有些人有眼不识真凤，不但误判了自己的实力，还丢弃了韩小姐这样的好靠山。不可能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韩梦为什么会是万豪千金啊？现在你还觉得陈氏公司能做起来，是因为你陈东能力出众。现在我说能让你陈东踹下深渊，万劫不复，你信不？我说你陈东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软饭男，什么都不是的垃圾，你服不服？韩妈，不，老婆，
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求你啊！当初是我眼瞎，我错了，老婆，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好好珍惜你，好好弥补你。我以前的确很爱你，以至于不顾一切的去帮你、扶持你，甚至我都跟我爸商量好了，在我们结婚3周年那天，不仅要向你坦白我的身份，还要将陈氏和万豪1半的股份都送给你，让你直冲云巅。什么？给他万豪集团1半的股份？哎呀，万豪集团1半的股份，那可是价值5000亿啊！5000个亿啊！哼，5000亿，这笔财富大到让人难以想象。可惜了，和你陈东失之交臂。做了什么？我都做了什么？哎，老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？滚开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陈东也配吗？要不是张丽找上门来，直到最后一刻我才发现真相，我到现在还被你这个渣男蒙在鼓里。你不是说我生不了蛋吗？不是嫌弃我吗？你看人家张丽啊，多好啊，都已经怀了你的孩子。你们2口子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你还是好好和张丽一起偿还那2个亿的债。哦，对了，你也别想让张丽一个人扛，你胆敢不掏钱，我就把安心汤有毒的证据交给警方，让你坐1辈子了。2个亿。你这可是2个亿，都是你这个贱人害的我！我明明可以一步登天的，成为万豪千金的老公，执掌万亿资产，结果都是因为你！我不但什么都没有得到，还害死了我的母亲，现在我还和你要背负2个亿的债务。老公，你冷静一点。老公，你要干什么？是你把我害成这样的，你也别想活过！老公，不要！我怀孕了，我怀了你的孩子，这可是可以给你传宗接代的孩子呀！难道你想让我们母子一尸两命吗？那你知道你把我害得有多惨吗？你害死了我的母亲，你还让我和5000亿擦肩而过！你确定你肚子里的孩子是陈东的吗？韩妈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是你去年的体检报告，不能生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问题，而是你陈东根本就没法生育。结束。哎呀呀呀！那陈东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生育啊！那张丽肚子里面的孩子是怎么怀上的？那还用说吗？肯定是张丽给陈东戴绿帽子了呀！放弃了万豪的千金，结果选了一个怀上别人孩子的老婆，这个陈东真是蠢的可以啊！老公，我没有出轨，你相信我。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说！老公，我没有出轨，我没有背叛你，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你的，你相信我。相信你，因为你，我妈死了，我还被封杀了，我还错过了成为万豪女婿的机会，甚至你还让我和你一起背2个亿的债务，你他妈居然给我戴绿帽子，还怀了别人的，你把老子当什么了？老公，我真的没有出去乱搞，我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你的，你相信我啊，老公，我没有。是你这个生不出孩子的无花果，你羡慕我，你嫉妒我，你故意污蔑我了，是你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不知廉耻、到处勾搭别人男人的东西，也配我嫉妒你？你够了！闭嘴！
老公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老公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没有，老公。我的孩子！陈东，你给我冷静点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走开！滚开！你们不要动我老公！老公，孩子，我们的孩子，你快送我去医院救救我们的孩子，老公！你给我滚开！老婆，你看，我知道错了，只要你最后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只要你原谅我。我好歹也是万豪集团的千金，资产万亿，我什么样的男人我找不到？你一个出轨，把小三肚子搞大的渣男，凭什么要我再次原谅？我的眼里容不下任何沙子。我懂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啊！来，起来！太好了，你终于相信我了，老公，没事的。就算孩子没有了，就算万豪不给你投资，大不了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扛。不，丽丽，我还有一个办法，只要你肯做出一点牺牲，我们一定会扭转乾坤的。老公，只要能帮到你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老公，你，我的办法就是让你死。陈东，你干嘛？你疯了！快把他抓住，压住！你们放开我！张丽都说了，是他自己自愿的，你放开我！老婆，你现在可以原谅我了吧？我已经杀死了张丽，我们之间没有第三者了，你的眼里也不会有沙子了。你终于原谅我了。你错了，我眼里的沙子从来都不是张丽，而是你。老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，你这样的渣男根本就配不上我，我也绝不可能跟你复合。我都已经跟你认错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而且我都已经杀死了张丽，你为什么不肯原谅我？我从来没要你杀张丽，你拿刀子捅她也不是为了我，只是为了自己出一口恶气而已。所以别把错扣在我的身上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忘了告诉你，去年这个时候你的确是不孕不育，但从那以后，我每天给你做药膳，经过我的调理，你的身体早已经好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张丽还有我的孩子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张丽还有我的孩子？天作孽有可为，人作孽不可为。陈东，你就在牢里好好忏悔吧。我亲手杀死了我的老婆孩子，我的钱没了，公司也没了，我妈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还有我的老婆和孩子也没了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，我杀了你！陈东，你涉嫌故意杀人，证据确凿，现在我们要依法对你进行逮捕，带走。没了，我什么都没了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杀了我的孩子，你杀了我的孩子，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！你气死！你气死！我就